因为这个战术核武，它这个潘朵拉盒子一打开啊，那不得了。为什么？因为对方一使用之后呢，他要迅速报复。为什么？不迅速报复，整个国家变成整个核武打完了，那你还没有还击，自己已经生灵涂炭，一片残疾，那怎么办？那所以他会迅速来实施核反击。那一核反击了，那将这直接就打核战了。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带大家来看哦，现在有一起说，美国情报显示哦，出没在德国的莱比锡哈雷机场里头装有危险程度达新高的一个爆裂物的无人机，好说是可能是俄罗斯的。那普京可能在未来几年哦，透过此等有限度的攻击来测试北约的决心。好，看起来哦，现在呢，俄罗斯的动作又频频吗？那也说啊，五角大厦好像想要吓阻中俄的威胁，所以密谋一个新核武的战略来扩大川普的选项。说据了解，五角大厦正在起草一个新的核战略，好让川普在中俄可能爆发的区域冲突当中，拥有使用短程核武的更多选项。那如果这样的话，川普不就蛮恣意妄为的吗？所以啊，这个美国的驻欧司令也突然被解除了指挥权，说提前2个月离任好像是疑似配合川普大砍20%的将领政策，那就又回到了是美国的国防部长、政政部长赫格塞斯说他就任部长以后啊，推动大规模的改革，要求裁减美军至少20%的现役4星上将。但是知情人士说啊，美驻欧司令被解除指挥权一事是跟改革没有关系，也不存在所谓的政治问题，所以到底为什么大家也是满头问号。但是川普现在说啊，他自己其实只需要大笔一挥，一道命令下去就可以禁止美国买瑞士手表或其他的产品，那就能抹除美国对瑞士的39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他说啊，你们瑞士应该感到幸运幸好我是个好人，我没有这么做好像大发慈悲一样这个对瑞士来进行喊话。那尚未取得许可说跟川普有关的能源公司现在呢偷运钻油的设施上岸格陵兰这是一家跟川普有关的美国石油公司，那在尚未取得当地政府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将钻探设备运到格陵兰的东岸，哇，要在格陵兰这边来进行钻探。那川普的人脉，美国企业硬闯其实也让当地的自治政府是采取的严正警告。好，我们看到格陵兰政府发出了强烈警告就说啊，这个是没有批准这一批的装备登陆，所以未来的物流事项在执行之前都必须先向矿业资源局通报，并且取得批准。好，但我们也看到川普真的就挑刚他就在他的社群平台上说 Hello Greenland 发了声明2天之后，川普就在社交平台上面发布了一张自己耸立在格陵兰村庄上空的威胁性合成照片。好，川普到底在卖什么药？你看他中东战事都还没结束现在是不是打着格陵兰的算盘呢？那现在看到回收磁铁挖尾矿来炼金，美国力抗稀土去中化砸巨资来扶植新创。这是美国新罕布夏州有一间微型的冶炼厂，业者透过对废料进行通电处理，提炼出美国关键武器的系统，包含用于伊朗战争的飞弹所需关键的矿物。那这个计划的终极目标呢，要确保整个西半球美国跟盟友在稀土领域要彻底脱离中国的影响力。好，一轮是不太看好了因为美国付出非常多但这需要时间也需要有些环境相当的伤害美国能撑下去吗？不知道。好，但我们看到像延早解放、摆脱依赖中国，美国新创公司押注的是钠离子电池。华尔街日报报道，关键的材料取自食盐中常见的钠基电池，相较一般的锂基电池更廉价、耐用、安全。那一些美国的新创公司也正在致力的产钠离子电池。那五角大厦还要投资4亿美元来帮助澳洲开发稀土矿物。好，那当然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要摆脱中国依赖嘛，对稀土是非常渴求的。那日本则是发布排名，说中国的科研投入全球第1，美日是居后的。这是科学技术指标2026的报告显示，中国在2024
年的科研投入按年增长13.1%，位居第一。美国跟日本则是名列2跟3。好，这看得出这个虽然美国有这样企图，但是这个科学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科研投入还是全球第一那这就是现实上的问题了。好，我们看到一开始说跟俄罗斯有关的这个美国情报发现了一个爆猎物的无人机，好，试图在告诉大家说，现在俄罗斯有一些动作。我们先问彬哥怎么看？老实讲，这个新闻有点奇怪因为据新闻报道上面指出说，居然那个无人机是被一个司机发现，然后一脚把它踹飞。我就觉得这个无人机飞到多低，这个人可以用脚把它踢下来？那在地板吧？对啊，所以我觉得蛮奇怪的，到底怎么回事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有待查证。但是你说这是俄罗斯的试探性攻击，俄罗斯做这种试探性攻击的目的何在？我真的觉得蛮奇怪的。我觉得这种看起来以这种规模，然后这样的攻击方式，我觉得这看起来比较像是恐怖组织等级的，或是某一些不法分子的。你说这是俄罗斯要进行的攻击，俄罗斯的无人机制造能力应该不至于逊到会被一个人一脚踹飞吧？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新闻我觉得还有待观察。那至于说川普现在说想要扩大权限，要把战术性核武也纳入使用范围，那其实战术性核武跟战略性核武有差吗？你只要一旦使用核武，我觉得第3次世界大战就开打。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导致我觉得川普你自己要小心，你跟赫格塞斯从上任到现在，对美国军队这样子大幅度的清洗，对我个人觉得已经严重影响到美军的士气，这会直接影响到美军的战力。你一方面又要求这些部队为你卖命，然后另外一方面这样恣意的随便把人家清洗掉，我个人是觉得这长期下一定会严重损害到美军的整体的这个威力他自己要去想想看。那川普当然经常喜欢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比如说他以为说我只要禁止这个瑞士的手表，我就可以把这个贸易逆差一笔勾销。你要不要去查查看？瑞士对美国真正大宗出口的是什么的？是医药跟化学产品。你最好禁掉这个让你美国人没有药可以用你去试试看所以我真的觉得川普在讲话之前可不可以查查资料，可不可以去搞清楚一下到底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而不是每天就自己在幻想，然后自己在那边自吹自擂。我觉得这个非常糟糕。他到现在对格陵兰还在有觊觎之心，然后没事这样漏。我觉得他真的是美国史上最恶劣的一个总统。你身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没事发这种图，对你的盟友的领土虎视眈眈，这个在全世界各地去帮美国塑造敌人，我真的觉得川普脑袋里头装什么？我真的觉得匪夷所思那当然，现在中国大陆管制稀土出口，已经对西方的包括欧美在内所有的国家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他们现在都在干什么？都在利用回收废五金这些东西，想办法是不是能够这个减少一点对中国大陆稀土的依赖。可是老实讲，他们自己心里头也知道，这根本不可能做得到，因为你所需要的量远远不是靠回收废五金能够达成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美国他们能够出的招就只有这样的话，那显然至少在可见的未来，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稀土依赖是没有办法停下来。好，介大使怎么看呢？其实我看到这个川普跟他有关的一个钻探公司就直接把他的专油设备开到格陵兰对啊，然后也没有得到格陵兰政府的任何这个许可，就直接跑到人家家里面去钻油了。这个不是强盗行为，这是什么行为对，你现在格陵兰你不承认这个所谓的丹麦对它的主权，而格陵兰还有自治政府是。对不对？它上面5万居民还对格陵兰这块土地，他们有这个治理的权利，你完全无视这些一切，然后你就直接把这些，那国际上应该人人自危就跟他想要打谁就打谁一样，太可怕了。他这个行为就是这样子他打委内瑞拉不就是想打谁就打谁？他哪一天突然就怎么样，就出兵了，就把人家的总统就给抓走了，然后就说，这个委内瑞拉油是说我美国的。就大家都没有吭气，他接着他又想重来一次，现在就要去打伊朗伊朗28号打到现在，他也是说看人，他随便可以杀人他一个炮弹去一个远距的攻城火箭弹就把人家怎么样40几个领导人物全部杀光
然后呢，然后就派登券去打人家，然后呢要怎么样？要伊朗的这个油，他也可以没收，在海上抓到人家油人就没收了。所以川普已经把美国变成一个强盗集团了，这不是国家的行为啊，所有国际法都不允许啊。那你格陵兰，你看他还这个在自己这个沾沾自喜，格陵兰从来就不是美国的，是属于谁的我们不那另外一回事，可是从来就没有不是属于你美国的啊。你美国所有公布的地图有包括过格陵兰吗？没有啊，你没有的话，你怎么可以就说去到人家家里就去人家去赚油了？那今天这很可怕，我今天跑到川普家，我进到他家以后，我就在他家里面冰箱里把东西拿出来吃一吃，煮一煮，自己就可以做，就可以，这个就是完全这个好强盗的行为。那问题这种总统还沾沾自喜，而问题这个国家里面还有很多人还支持他，所以呢，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让你无法想象，有川普这样子啊无法无天的这样子美国总统。不过我是觉得啦，就是说你国家的拳头再大，你国家的钱再多，你美元的这个霸权再厉害，我觉得这种行为还是会招致到国际社会啊严厉的抵制啊，还有怎么样？光就打伊朗这一点他就没有成功啊。他现在这个伊朗还那个烂摊子还摆在那个地方，他就选下一拖。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他不仅是个人有问题，他把美国这个力量也变成全世界国家的威胁，大家都要小心哦。搞不好他过几天开一艘船跑到我们台湾来就直接怎么样，把我们东西把我们的家当就搬走。哇，对，毕竟他曾经说我们是小偷对，那我们的台积电就是在他这种心态之下就被逼着去美国的。哇，过去美国被说叫世界警察现在可以叫做世界强盗吗？将军怎么看？我认为美国要调整新的核武战略，我认为这个大有问题。因为如果是可以用战术核武，那对方也会用战术核武啊，那大家是不是就来发展核武？因为变成核勒索、核讹诈，那这样子的话，那大家为了避免被美国使用核武，自己要发展核武，那大家变成核武竞赛，那大家会这个闷不吭声。低头低调去发展核武，等到既成事实了，像印度也好，巴基斯坦也好，都既成事实了，大家就不会追究了。也像北韩一样，也因为拥有核武既成事实了，拥有核武15年了，大家也都拿北韩也没办法。那大家以后就是先发展战术核武，因为这个战术核武，它这个潘朵拉盒子一打开那不得了。为什么？因为对方一使用之后呢？他要迅速报复，为什么不迅速报复？整个国家变成整个核武打完了，那你还没有还击，自己已经生灵涂炭，一片残疾，那怎么办？那所以他会迅速来实施核反击。那一核反击了，那将这直接就打核战了。所以这个核武的一定要非常的谨慎。那哪怕是一个核当量非常低的小型核武或者是微型核武，都使用不得。因为这个会在战场毁灭，那这个战场毁灭会外溢出去，不仅是战场毁灭，可能民生设施相关的国土也都会受到核武、核辐射的这种残害。所以这个我认为要非常谨慎，不是新的核武战略、新的核武战术这一句话就可以轻松带过。因为我们来看这稀土的问题美国到现在为止找不到替代性，呢，它可能就要从其他的国家，因为自己美国的环保、美国的这些生态保育的这些团体在美国上是非常有政治影响力的，他就寻求到海外找澳洲、找澳大利亚来这边，希望挖他的矿来做提炼。但我认为这个还是缓不济急，你要去提炼、要挖，然后再运到美国来从事军工生产，并没有拿现货那么快。第二个，从海洋再提炼，到现在为止技术没有成熟，因为海是无限的，你可以随时做来提炼。日本有在做嘛？对，但是这个也是缓不济急，而且这个海水的这种稀有，就是说太成分太稀少了，你要多大的成本去从海水去从氯化钠来提炼这些相关的稀土？我认为这方面的技术性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单纯。那现在美国经过伊朗战争，它的军工生产你看一直在加速，那它需求量在增加。你没有这些原料，你怎么样去
来全载满载式的军工生产，来弥补美国武器的生产的不够呢？我认为美国在这方面并没有长远的眼光，它可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跟刚才所讲的头痛医脚，脚痛医头可能也不一样哦。所以我认为美国还是没有抓到问题的核心来解决问题，所以我认为感觉到又一头忙，但是达不到效果。最怕就是这样子哈，而且这个时间啊、成本都花下去，结果整个就是弄了一个寂寞。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美伊之间在中东的部分是一场豪赌吗？好，这看起来有人在下一盘大棋，但这人是川普吗？好像不是欸，看起来伊朗的领导层哦，感觉到啊胜利是指日可待，而且无需付出漫长等待的军事施压哦，最终也会迫使美国承认他们对这条全球能源要道的控制权。好，就是荷姆兹海峡，然后他们认为时间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好，德黑兰方面深知哦，美国的防空拦截导弹等相关的武器库存正在减少，那也清楚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极不受欢迎。只要海峡维持封锁，在这个11月美国国会选举到来之前，油价跟物价居高不下的话，川普就别无选择，只能屈服。哇，看起来哦，这伊朗已经摸透了川普哦。好，那测川普的底线，现在伊朗也放话说要封杀美舰通过荷姆兹。那因为在这个荷姆兹的谈判当中啊，伊朗有誓言禁止美国的军舰通行海峡。那这个举动就是在削弱数十年来美军在波湾地区军事的存在。那此外，在美军打击伊朗之际，德黑兰领导层也看到透过谈判将美军逐出波湾的机会。那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怎么说呢？他说啊，随着地缘政治的局势变化，今后有越来越多能源的运输将绕过荷姆兹海峡，那荷姆兹海峡会逐步的失去战略的重要性。那大家听完之后就会觉得啊，贝森特就是 nonsense， 胡说八道吼。感觉这种逻辑哦，跟一般人的也不太通啦吼。大家就想说，我知道贝森特为什么他在为美国找台阶下啦吼。好，美国的7月非农爆冷哦，贝莱德哦称 AI 让就业的数据失效，升息已经毫无意义了，所以力挺放松监管等手段来对抗通膨。那美国最大的水库水位哦历史新低，说有4000万人的用水受到了冲击。还有五角大厦公布最新 UFO 的档案，有一个神秘的球体惊现在中东跟太平洋。但是呢，有人认为说啊，这是不是靠这个 UFO 来转移现在美国民不聊生的注意力？好，那国会这方面则是参院休会，那川普有个拯救美国法案被搁置哦。共和党说啊，9月再讲。那美国的参院通过了短期拨款法案，避免其中选前的政府关门。那这个是在这个提供2月11号，那为了避免政府机关在11月期中选举前深陷一个瘫痪性的关门危机，所以赶快通过这个临时法案。那当然，现在有消息人士说啊，民主党计划要调查川普的腐败情况，为弹劾来进行准备。好，那这一名民主党的幕僚说，他们的目标其实不是弹劾，因为没有人希望上台第一天就迎来一次失败的弹劾投票。那重点是要通过调查来积累证据，实现对川普的追责。所以啊，这个美国国内看起来也将来面临茶壶风暴，因为里头的压力实在非常大。那当然，最大的压力不止内部。外部最大的压力，我觉得就在伊朗了吼，因为这个美国跟伊朗的中东战事现在打没完。好，那荷姆兹海峡看起来就是川普的软肋。好，那伊朗现在也又出新招了。我们先问彬哥怎么看目前的整个态势？现在看起来伊朗就是打定老主意嘛，反正只要我撑得够久，我就可能会赢得这一场战争的胜利，甚至史无前例的拿到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这当然是美国最不希望看到的，所以美国现在正在尽力阻止这个情况发生。可是看起来美国手上所拥有的武器越来越少，因为已经不止一次这个被警告说你的弹药库存大幅下降，你美国要恢复到战前的弹药库存水准，可能要花3-4年以上的时间。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等于手上的筹码一直在逐步的流失。那现在对川普来说，他是真的是进不得退不得，进退两难。因为他要再发起攻击，看起来除了浪费弹药，好像没什么多大意义，也没有办法直接压服伊朗。
可是如果就这么跑了，那我看他的期中选举真的不要选。所以对他现在来讲，真的是非常尴尬的一个处境。但是你看到贝森特这个讲法，你说荷姆兹海峡会逐步丧失战略重要性，那你要说给谁听？你要对中东这些国家，你去跟他们讲啊，说以后我们的油都不从这边出来，你做得到这一点吗？做不到嘛。所以讲这个东西毫无意义啊，也不可能因为这样就找到台阶下，这样子反而只是显示美国真的已经没有底牌了。会让人家觉得美国人真的要在中东面临一场非常严重、史无前例的失败，那这是川普能够承受的吗？那现在当然美国各方面的问题都很多，除了海外的战事之外，它内部也面临着整个 AI 带来的剧烈转型，然后通膨的问题，再加上这个连饮用水都出现问题了，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当然非常非常糟。那可是川普有办法去解决国内的这些问题吗？看起来也是毫无办法。本来他想要借由海外的胜利来去扭转民众对国内问题的关注，结果在委内瑞拉尝到一次甜头之后，在伊朗这边却踢到大铁板，那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整个期中选举看起来对共和党是非常悲观的。那川普看起来也拿不出什么很好的办法出来。那现在当然对共和党来说，他是左支右绌。他要想办法去赢得期中选举极度困难，可是对民主党来讲呢，他当然要想办法乘胜追击。最近民主党在美国到处攻城略地，然后一直不断的在反对川普的各式各样的法案，然后我们现在又提起说，将来准备要弹劾你。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弹劾川普根本就不是新闻啊，因为川普从第一任的时候就一大堆官司缠身，那他在这一任的时候，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川普几乎是公然的利用总统的身份在炒作股票，在为家族攫取庞大利益，然后美国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一个法律可以制止他这种行为，就所有人都眼睁睁的看着他就这样做，甚至连他自己的 True Social 还准备要先发讯息，就你只要加入会员先发讯息，我就可以告诉你，告诉你。他好几次都说该进场了吧？是啊，所以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啊。但是川普就这样做，那我个人认为川普未来一定会面临到非常多的官司，那他会不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捕的总统？我觉得我还是蛮高度期待。介大使怎么看呢？现在川普事实上看起来他在中东已经黔驴技穷了，因为既没有足够的枪炮，对不对？也持续外交孤立。是。第三个，他也不敢做这种大胆的决定。大胆的决定就是武力攻打，对不对？把荷姆斯海峡用你海军力量打开啊，那要不然就是地面部队啊。因为这个战争一开始，所有的军事专家都说，你用远距的空中打击是无法赢得一场战争的。这句话到现在证实了，当时一开战，很多战略学者、军事专家讲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川普从头到尾都是远程的军事力量，就是说空中的轰炸，对，去打这场战争。你叫他地面部队，他是威胁使用，到现在未出一兵一卒。那另外一方面，他的这个远距的攻击的武器，比如说战斧飞弹，已经严重短缺了。然后呢，这个又没有新的这种武器，会又投入战场上，所以他已经黔驴技穷了。那这个部分，事实上的话，我们讨论很多。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他被伊朗卡住脖子，这个霍姆兹海峡。所以现在看起来，川普在伊朗这边，我觉得他已经欲振乏力，4个字，欲振乏力，就是在找一个好的方式退出、抽手。那我甚至认为，刚刚讲的，他就去找格陵兰啊，其实某种程度他都是在转移焦点。然后最近你看他的脸书，很少去谈伊朗，大部分都谈什么？美国国内的选举，然后呢，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最近就是前几天在中东地区一个爆炸性的发展，就已经提前不是在预测，而是在宣告美国在中东时代结束。这个举动就是土耳其、沙特跟巴基斯坦3个国家各有所长的国家签订了一个防御攻守同盟，这个防御条约，这个就是说一方受攻击就等于3方受攻击，这跟北约是一样的。
这个条约一出来以后，就表示说这里面的大国已经认为美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们这3个起来自保，那么来控制这个区域的这个安全局势。当然，某种程度你也可以说它针对伊朗，可是这种基本上它不是一种攻击性的，而是防御性的。也就是说，看到美国的力量要撤出了，这种权力的真空，让这些大国都感觉不安全了。所以我认为川普欲振乏力，你要期待他会有什么又大军去去攻击，已经没有了。因为这一次连这个谈这个荷姆兹海峡的开放的时候，美国都已经没有站在第一线，是用阿曼跟伊朗在谈，而这里面的话，事实上的话，伊朗的态势也越来越强硬。那么在强硬之下，川普到现在还是什么？只有一张嘴，什么行动都没有。那我认为他就会慢慢退出这个地方的情势。那这个贝森特这句话，其实我认为意欲深远。他讲这个事实上的话就是说，荷姆斯海峡将逐渐失去战略重要性。这个地方本来对美国就不重要，美国基本上使他不需要中东的任何的能源。对。那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他在这场228开始的战争，他也发觉油价是很好控制的。只要美国不要去攻击，油价就不会起来。只要油价不起来的话，荷姆兹海峡对美国一点重要性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这番话替在美国找台阶，这个迹象都出来了。所以我认为川普就是偷偷摸摸的从这场战争中自己夹着屁股赶快跑就走了，就是这样了。但接下来在中东局势上面，势必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清洗啦，会有一个不同的态势出现。好，将军怎么看？我认为美国对的伊朗战争，我认为川普面对的是双压力。第一个，他这个一战失利，因为这个拖了5个月没有看出这个一个作战的成果，反而弹药短缺，那后面无以为继。我认为这一个他的压力非常大，所以在目前感觉到伊朗已经掌握了战场的这个局势，还有另外一个也掌握了话语权。那第二个，美国总统川普要面对国内的压力，国内的民调低迷，这是目前的状况。美国的国会不管参议院或众议院也不再赞成美国对伊朗在这一方面的动武这方面的措施，所以他面临双压力，到现在这个已经不是说骑虎难下了，举棋不定啊。我认为他当初的战略判断跟战略准备错误。另外我们来看就是这个 UFO， 你刚刚讲的这个不明飞行物，对，我问过几个这个在华航在长荣飞行了，完了飞了1万多小时退休了，有的还甚至飞了2万小时。我说你看过这 UFO 吗？非常资深。对，你看过？对，他非常资深，飞了2万小时他看过太空站，看过人造卫星，看过火流星，他也看过 UFO。我问几个，有的他有看过 UFO。我说你让你看 UFO 是怎么样呢？我这个综合一下他们的讲法，他们说第一个 UFO 速度非常快，所以跟电影民航机大概700公里、800公里的时速甚至民航机可以飞到900公里时速，它很快，比民航机快多了。是，所以 UFO 速度是很快的，是说时速2000公里，我认为那2000公里那当然正常，比民航机快得多民航机才700-800公里第二个，它飞行的时候有时候非线性，我们的曲线什么对转弯都是曲线，它不会，它会有时候转直角还是怎么样一个折射角。这个一般的我们人类的飞行器没办法，都是个曲线飞行嘛，都是抛物线还是什么，都是一个弧线嘛，怎么会转直角？飞行哪有转直角？地面上开车有时候转直角都要减速嘞。所以他说他是非线性飞行呢，是这个状况。我也是蛮相信的。我最近也看电影，它里面讲说宇宙的美丽不会只为了地球人，对，所以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对，他讲第3个，那我问他，这个 UFO 对你有没有敌意？他说没有敌意他说到你前面挑衅没有我是问了2-3个老的飞行员，他这么说的，其他的有时候飞行时间还没有到，还没有退休，我还没有去问他，他们是这么讲。他说我说有没有敌意？他说没有敌意。那没有敌意，我就想说他的用意在哪里？他是来观察我们人类吗？看我们地球的状况吗？还是来调查我们的生态，还是怎么样？没有敌意，有敌意的话，那飞机不是被他干掉了？是，或者抓几个人走了，对不对？或掳了一些人就离开了，或者是
抢了一些黄金离开了。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呢，白海豚台风来袭，那好多的外国舰艇都靠过来防台了。日本的这个保安厅巡逻舰浦户号呢，它7日深夜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接近澎湖来躲避白海豚台风，但是呢，它把中国海警船也一起带来了吗？因为8日的时候啊，5艘的中国海警船在附近包围监控。对此呢，我们的海委会副主委宋承就批评中国啦，说你们要避风啊，不需要政治化啦但是我们这么挺日本，日本是怎么对我们的呢？我们来看到啊，今天呢，长崎市是举行了原爆和平纪念典礼不过呢，虽然邀请了台湾，却把台湾代表的座位安排在使节团区域外面呢。为什么不是跟使节区坐在一起，而是坐在民众区呢？是不是要刻意矮化我们台湾的国格跟地位呢？所以我们的驻日代表就非常的生气啊，拒绝出席说呢，改由福冈分处长参加，这个也是多年来啊，台湾在日本参加各项中央或地方活动前所未有过的遭遇，所以他说对长崎市政府屈从中国意志、矮化台湾国格、损辱台湾尊严的做法，表达严正的抗议跟谴责。台日关系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不是都说台日友好吗？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自找的呢？还记得吗？就是我们去参加这个世界棒球经典赛的时候啊，我们的卓奎是借着什么加油的名义、私人名义的行程名义来造访东京，但是事后你自己在那边高调宣传，结果让日方认为遭到背叛。是不是双方的互信就从这边开始被大打折扣了呢？很明显的啊，因为去年的时候啊，林佳龙下旬的时候还带着这个家属出席大阪世界博览会，那个时候还跟还没有就任首相的高市早苗会面结果到了今年直接被日本拒绝入境。这两者相比，难道不是你赖政府搞坏了台日关系吗？好，所以日本未来不台湾有事了吗？那我们台湾是不是得要自立自强了呢？我们的国防预算又再度增加了，这个呢也是努力的朝向川普的要求迈进。明年度的国防预算是首度破兆，逾1.1兆元，达到了 GDP 的3%。但是国防预算编这么多，结果呢给底下的加班费却付不起嘛。前天的时候啊，高雄市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啊，警力不足，还强制轮休警察停休，还不能够去报加班费哟。你看到没有？这个上面写的非常清楚，说经过请示啦，就是不能报。那是不是一个抗中保台变成了扰民，甚至还去 A 人民的薪资呢？好，那增加国防预算的呢，不仅是台湾，日本也是啊。我们来看到呢，这个增加国防预算是高市早苗的一个政策，但是呢，它也同时采取非常鲜明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路线但是啊，除了成长投资和危机管理啊，还增加国防支出。上周还在没有替代裁员的情况下，宣布食品税率要调降。但是问题是，现在的日本经济根本不好啊！你日元贬值，而且日本公债价格低，都已经陷入了抛售日本的危险水域了。那你还要增加国防预算，你的钱到底是从哪来呢？好，经济这么差，还想要去搞国防，甚至连小学的课本都要改。我们来看到呢，他们改成什么？改说啊，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要推动种族平等，要帮助亚洲殖民地的人民摆脱白人统治，还说亚洲国家一个接着一个成为殖民地是为了要让他们独立。这是完全跟事实不符所以他们也来搞了这个课纲的这一套。另外呢，日本跟中方的僵局啊，也是他们国内非常担心的问题像是这个日本的自民党的议员就对于这件事情呢感到非常的焦虑。日媒指出啊，说日方有沟通渠道和陆方有沟通渠道的自民党议员跟高市早苗保持距离，因为在看不到打破僵局的突破口之下呢，支撑高市政府的经济界呢、民众呢、企业呢，也都开始流露了担忧的意见。甚至日本的前首相也特别写啦，说高市去年在国会发表的台湾有事论啊，让中日关系恶化会带来巨大的损失。那么高市反倒是在跟川普会面的时候显得过于兴奋，在处理美中的距离还有这个
政策的时候呢，是明显不知道他要怎么样保持平衡，看不出他有什么样的战略。好，所以高市看起来是个缺乏战略的首相。那我们台湾呢？我们台湾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因为现在似乎连日本也转向了，台日关系也不再友好了吗？我们来请教董哥。其实大家知道高市早苗那时候用抗中做号召，开始他的支持度非常高，都70几然后接下来大概60几6月他还有517月他的民调剩41，为什么？因为很多东西它跟经济有关日本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高市的心头已经让大家过了，然后现在变得冷却了。我们东南亚、东北亚，所谓的东亚这一块，唯一被白人统治的国家只有日本。你看高市看到川普那种假装小鸟依人、兴奋症那个样子，有人这样没有国格的吗？对不对？那他教科书还说，为了要他去侵略各国，是为了怕那些国家被白人统治。你搞最后是自己被白人统治啊！你今天看到这情况，其实很气，你知道吗？现在全亚洲2个地方就是日本还有我们中华民国大家看到就是赖清德跟高市，他们2个都采取很大能量的去抗中，抗中就要花很多钱，你就会让自己的经济或者社会福利什么样东西都减少，这是很自然的，钱就这么多嘛。所以高市尝到苦头。现在赖清德情况，他认为我在亚洲只要抱着日本那世界我只要抱着美国没有用你现在已经当了2年半，你连美国的本土你都进不去。赖清德现在被人家看破手脚。赖清德一上任我们跟日本的关系本来主要是2个单位，一个就是驻日代表处，原来是谢长廷当了8年，一个是亚东关系协会，后来改名台日关系协会那原来是苏家全苏家全那当然是蔡英文的人马不用讲那谢长廷谢系的代表跟新潮流是死对头，对不对？那现在怎么样？赖清德一上任把谢长廷换掉然后换谁？换李义阳谢长廷是当过行政院长在日本人来讲这是院长级的，换成一个李义阳当过考试院副院长，副院长级的，连立委都没当过这是那大家看了就觉得不可思议那原来的那个亚东关系协会，他把苏家强赶走以后，他换了那个邱义仁邱义仁也当过行政院副院长而已所以你的层级其实是变低，但是你为了这2个人是我新潮流的人，对日本人来讲这种感受是非常强烈的。那你被人家排挤在死结团之外，这是理所当然。为什么？因为高市现在发现情况不对，民调在低了，他在做一些调整嘛。他绝对不只说长期是或怎么样，不是，他其实大家都在做调整，可是这个调整又充面子在你嘴巴不能讲出来，有些动作就不能过火。那我们现在其实可以看到了，美国对于日本以自己在东亚是美国的代理人自诩，根本就不以为然。因为川普现在要跟习近平打好关系，习近平9月要去访问，它里面很多东西它其实是在收钱。比如说我们去年看到了很多飞机就是越过在我们这里，其实它在川习会以后有减少。那在海上最主要是海警船，它不是军队的船那看到他在宣誓的时候，我为什么是海警？因为我宣誓是主权警察就够了嘛警察就够，不必军队嘛。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些东西的话，那可以看到了日本在做调整，我们台湾不调整。然后我们看到赖清德还在死命的抗中，还在每天在筹划，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疫苗一样。那疫苗老实讲就是中国大陆出手帮了台湾人，大家都在抢这个疫苗。老实讲，任何人出什么样的价钱，大概都想要抢到手。复必泰、上海复星，他想了，那我不能这样我们知道张亚中那时候都可以买500万剂，我也问过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可是被政府阻挡。星云大师也可以买得到，他也被阻挡。工商协进会被沈荣金副院长叫他说你们不要白忙，不要。还有那个远东集团的徐旭东，他说我们以前也是做药做医院的，我们也有门路，而且都讲好可以进来，政府叫他不要沾，就是政府要扶持高端。一切都是政府的政策来，都是你的政策，那你为什么有这个政策？因为要抗中不准
最好的疫苗复必泰好，复必泰就是 BNT 嘛对，这政府可恶在这里，以人民为刍狗啊。没错，所以为了要抗中，结果抗中到现在，连日本都不挺我们了吗？这是不是日本对台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啊？我们请教杨教授。以我对日本的了解哈，林义阳，你为什么不直接跟日本的外务省去抗议呢？你在脸书上写说长崎市政府刻意否定台湾的国家地位，完全无视台湾的主权及尊严。你应该去跟日本外务省去抗议啊！以我的了解，其实日本会把台湾的旗帜，其实美国也是这样做法，放在史觉丹旗帜旁边的国际组织的旗帜一起，也就是说，跟国际的政府组织 WTO 啊、IMF 啊驻日本的代表们，也许放在前面一点。这个是他在他的外交关系、日中关系以及对台的重视，的一个做法。那我现在不知道，因为只有黎阳的自己的脸书，还有我们中央社的报道，我不知道事实情况是如何。你到底那个位置安排在哪里？你说史觉区之外在哪里？下面民众吗？你是在哪里？我就不知道了。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你是不是应该跟日本的外务省去表达这个抗议？我个人的理解，各位，长崎市长叫铃木实朗，是非常批判高市早苗。高市早苗上来之后说要修宪，要去改非核三原则当中不引进核武。那他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说，我们现在应该要公开讨论是否应让日本拥有核武。所以长崎市长，其实广岛市长也是，但长崎市长最直接的批判，从去年到现在不断在批判高市政府。然后呢，你看到9号高市的发言了，高市的发言说什么？日本目前支持维持非核三原则，重点在哪里？目前。所以你是不是将来会修改？不知道。然后呢，长崎市长在他后面发言，大批判他。我觉得李义阳，你是拿台湾的待遇在做喊冤。如果你是喊冤，你为什么不跟外务省的直接去喊冤？你应该要承认我们台湾的，还是说你是在帮高市早苗政府去跟长崎市长去抗议？我就不知道到底内情是怎么样了哈，只是在这边提供一个我个人的理解，请大家思考。我觉得整个现在日本面临到的财政、外交、安全以及它的历史认知的严重的错误跟不平衡。日本这个财政，日元贬成这个样子了，国债高层是 GDP 的2.5倍。然后呢，还要美国出手协助，可是他编了一个史上最大的国防预算，跟我们台湾一模一样。我们台湾还搞个无人机预算，还要说要用特别预算，你都可以增加1500亿的，就是国防预算，你这个400亿还编不进来。日本也是一样，所以你花大钱，然后你减少消费税的这个收入，消费税是给就是社会福利的。所以高市政府财政上会面临到撑不下去，而外交安全上也是一样，对外关系、对中关系碰到瓶颈，然后历史的这个认知上完全在做改变。他到现在为止没有在讲所谓的就是当初日本官方的这个立场，针对亚洲人民造成的伤害表达抱歉，他没有讲这些话。所以日本现在面临到非常大的这个困境，而这个时候李义阳帮他出了一口气，去教训长崎市的市长。没错，真的是看到高市不断的被国内批评，但是他改变的似乎只有对台态度，对中好像完全没变。我们来请教李正杰将军。我们明年度国防预算编了破兆到1.1兆但我们不要看说是达 GDP 的3%，其实老百姓没有感觉，好像说你只用了3%钱
去编到国防预算。但是你知不知道，如果说我们台湾这个明年度的总预算是多少钱？3.6兆哈。总预算包括所有东西都包括3.6兆，3.6兆里面有1.1兆用在国防预算。各位观众，你觉得多还是不多？哈，有将近1/3用在国防预算。那对我们的台湾的教育，对我们台湾的社会福利，对我们台湾的经济，对于地方的各项的建设，会不会产生排挤效用？哈，这真的值得我们台湾民众自己去思考，要不要花那么多钱投入到国防预算？但是真的是投入国防预算，我个人来讲，我是军人，我绝对支持。可是我严厉的反对作秀式的演习啊，或者是说这个图利一些绿油油。我们看到这次汉光演习，前2天，第一天是战车门掉了，第2天是无人机，我们自主研发的无人机的尾巴掉下来了，尾翼掉下来。今天是炮弹掉下来了，每天都有东西掉下来，越掉越严重啊！第1天战车门，第2天飞机砸下来，第3天我们今天看到炮弹掉下来，明天会不会发生更严重的？我不希望我这乌鸦嘴再继续讲下去。可是我们看到那架无人机代表了什么？是我们自己制产的，那就很严重了。如果说我们自己做的无人机，那为什么我们的品质这么差？那你特别作秀给这个总统看，结果你连作秀的装备你都会这么烂惨，那你更不要说是其他的装备哈。那我认为说这就是作秀式的这就是这个作秀式的演习。第二个，我们看到昨天我特别讲。这个你们国防部哈，你们去唬赖清德可以，你们去唬顾立雄可以，你唬不了我。昨天我们看到好像记者都去拍什么呢？这个在捷运里面宪兵在里面跑来跑去，我请记者去问那些宪兵一句话，你问他一句话，内行的话你就问他。我们都知道打仗靠指挥，指挥靠通讯哈。你问他说，昨天你在这个地铁里面，你用什么东西来做通讯？你是用这个手机来通讯，还是你用军用的无线电机来通讯啊？如果说你用手机，你不是战时的时候你要降速吗？那你网络上面降速，你怎么还可能用手机来通讯？你用无线电通讯，我跟你讲，在地洞里面是根本不可能用军用无线电，不管是你用 UHF 调频或调幅，都是不可能的。那在这种地道里面跑来跑去，是沦于作秀嘛？如果今天平常讲，如果说敌人已经侦获到你这些部队机动的路线位置，在坑道里面，在这个地铁站里面给你丢2颗催泪弹，我跟你讲，那真的是这个瓮中捉鳖啊！所以这很明显的作秀式的演习，你演给赖清德看，你演给顾立雄看，但是你唬不了我这种老兵，我一看就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抗中呢？哈，不仅仅是台湾很难抗中啊，其实美国自己也是。我们来看到呢，在科技领域方面呢，好像似乎已经被中国给逐渐超越了吗？因为中国的研发总投入啊，是首度超越美国，跃居了全球第1。甚至呢，在科研论文数量啊，还有高品质论文引用以及研发资金投入这3大核心指标上面呢，也是一样，已经全球领先了。好，那是不是川普害的呢？华尔街日报就说啦，说川普的关税战啊，没有把中国的供应链给断裂，反倒是加速中国制造。而且以前中国制造的都是一些什么消费品啊、鞋子、玩具什么的，现在他们变成了一个新的制造工厂哦，不再去卖什么低价的消费品了，反而是支撑全球制造业运作的高附加价值中间材和资本财。包括了什么呢？晶片啊、精密机械啊，还有机器人、工业手臂哈。不仅如此啊，中国呢还有广大的市场是美国所需要的，尤其是这个美国需要把大豆给卖到中国去嘛。哦，那这个大陆的官员就称啊，反倒是呢，你自己要打的这场贸易战，让美国的农民成了受害者，因为只要中国不买，那你美国的农民就卖不出去，没钱可以赚。除了中国市场之外呢，中国还把持着稀土，所以现在啊，美国是非常的力推稀土能够去中化哦，学日本一样啊，说呢要回收磁铁啦，还要挖尾矿炼金啦，这些事情呢，通通都来了啦。但是呢，不仅仅是稀土而已，其实啊，中国还有一个东西是你没有的，那就是专业的矿产人才。中国年产3000名矿产人才，但是美国才170人呢。好，所以即便你川普要砸30亿美元
你能够抢到这个矿权的主导权吗？似乎还是非常的难。所以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你只要美国你不打贸易战，你不打仗，其实你的底线啊，你的底牌根本就不会被人家看清楚嘛。但是你自己开启了战争，结果现在被大家看光光了吧？哦，那伊朗战争也是如此啊。我们来看到呢，现在中俄啊都在借着这场战争去盘算你美国还剩多少底牌，还有多少家底。这波消耗战呢，对于美国的传统军事核主能力呢，已经造成了世代级的毁灭性打击了。所以现在中俄都在盘算啊，如果跟美国发生冲突的话呢，我们似乎不用怕啊。不仅如此啊，现在美国也常常说自己没有什么受损啊，但是呢，中科院的论文直接戳穿了美国的谎言。为什么？因为中科院它去使用欧空局的哨兵2卫星，还有国产商业遥感卫星，这个解析度是达到了10米级耶，所以他们就一照啊，发现啊，10座中东的美军核心前沿基地呢，有64处是永久性毁灭，算出实体毁灭的规模呢，明显都高过了美方对外宣称的轻微损失而已。那英国的保守派防御博客也说啦，说这个中国的卫星战损评估啊，已经开启了令人不安的全球新先例。什么样的新先例呢？就是川普没有办法再说谎了吗？我们来请教立正杰将军。这是中国卫星因为它的解析度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将地面上面每一栋建筑物、每一个战损照得很清楚。那从中东地区里面，我们现在看到，如果用卫星来讲的话，有图有真相，那这个相片已经照出来了。我觉得美国很难再做这个欺骗或者再做闪躲。那现在看到有64处，美国在中东到底有几处的基地那不管怎么样，64处可能是包括从科威特这个巴林这个伊拉克沙特等等所有美军基地包括约旦几乎应该是都已经受损非常严重。那这个卫星因为照得很清楚嘛，所以有图有真相。那这事实胜于雄辩。我认为说是美国去打这场战争我跟各位讲这个川普真的输到脱裤子。我们看到今天最新的消息今天伊朗所开出来的条件一天比一天硬，各位去看看这个现在伊朗他的革命卫队，不然不是反而更加的稳固他的政权。现在这个伊朗里面的温和派还有任何声音吗？那现在美国还有在讲伊朗的要解除他的核武设施吗？也没有那反而是美军现在灰头土脸。那伊朗所开的条件越来越狠，越来越真的是一个狠角色。原来我以为说是只是要求这个荷姆兹海峡归他管，现在今天开出来条件，美军永远退出这个波斯湾地区。那现在美军，如果你64处的基地都被揍成这个样子，我跟你讲，川普真的是输到脱裤子。那美军会不会真的因此而退出整个中东地区？其实不要认为不可能，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现在中东地区这些国家开始慢慢的都比较向伊朗来靠拢。我既然这个你美国保护不了我，那我干脆跟伊朗之间我们自己有任何的这种达成和平的协议，那或许还可以更能够保我国家安全。那伊朗所开出来，我不答应你的条件就是你把美军赶走你把美军赶走。所以我认为这次川普贸然的开战没有搞清楚，没有开战指导，也没有中战指导，就贸然的开战，那闹到现在这个后果。现在这后果很明显的嘛，就是输到整个脱裤子了嘛。那当然后续来讲，你还有什么退路？如果说伊朗继续打你的话，你又能怎么样？很明显的，你现在弹药不足。你弹药不足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你中国这边不管是稀土或其他的这种原物料对你断供。那我觉得这真的是雪上加霜你不但现在现有的武器弹药都已经打完了，你后续来讲，你兵工产能也没有持续的生产能力。我觉得后续来讲，可能不只是伊朗要修理你可能包括俄罗斯、包括中国都准备在看你的笑话。好，没错，这个是美国已经毫无底牌了。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好，中国的研发总投入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一了。我们来请教杨教授。这个是日本它的文部科学省，就是它的这个等于是像教育部，在8月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6，所以这个是日本官方的一个文件，但是它是主要针对到2024年结束整个全球各国的，就是包含官方、民间企业整个研发相关的经费的做一个比较。过去其实我们知道，在大陆的时候，
差不多5年前，它就在全球的就是科技论文的量已经超越美国、欧盟、日本，甚至比2-3个国家加起来还要多。然后呢，到3-4年前的时候呢，它是在高度引用论文上面就已经在质量上就已经超过美国跟其他的国家。现在你看到它已经在整体的研发的数字上，那简单的说，大概如果用日元来计算的话，中国在2024年研发总额投入达到97兆日元，美国是92兆，日本是22兆，德国18兆，所以就看到在这方面投入的这个差别，而主要是企业是核心的动力，也就是说，将近这97兆里面有74兆是来自于民间的企业，中国的民间企业投入到研发里面。然后呢，后面又谈到麦肯锡的这个报告，也就是说，过去中国出口都是消费性的这个产品，但是这几年呢，它这种资本财中间商品呢开始大幅的提高，也就是说，它的出口，比如说是机器人，比如说是工业制造的这些机械等等之类，所以它的整个这个供应链已经变成是不只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工厂的工厂，而且整个涵盖的就是说它的供应链涵盖从东南亚甚至到西方各国，连成一个整体的供应链生态系，这就是一个新的你看到所谓的中国冲击2.0哦，那这个来的就是不止传统的便宜的中国的商品，而是它整个不只是贵的，而是整个供应链跟生态系跟中国的制造都结合在一起了。哦，所以中国制造呢是再度崛起了。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现在中国的科技这么的强大，是美国害的吗？我们请教董哥。3天前哦，天下人间的高希金教授过世了。那因为我生前有跟他有一些接触，他跟我讲说，这一生哦影响他是一个老师啊，他的中学老师，这个人姓胡啊。他说那时候要毕业的时候，这个老师在黑板写下4个字：自求多福。就你要靠自己，你永远不要靠别人，自己要有什么样的本事。他说他这一辈子想方设法就是要靠自己。他来台湾的时候13岁，那他就开始到美国去念书。那时候爸爸在当少校，就想说儿子要去美国可以就赶快申请退伍啊。退伍的退伍金还不够他买一张到美国的单程机票，还要跟亲友去借，所以到美国非常努力的去打工去干嘛？因为他念的是密西根 A&M 很好的学校，密西根大学，那后来在威斯康星大学教书教30年，教经济学。他说这辈子我感受最大就自求多福。2018年，川普对中国大陆突袭，他把华为中兴所有这些东西，然后对中国大陆很多东西就不准他去。中国大陆那时候就开始发现说，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是要自求多福，所以就开始做了。那做了以后，当然中国大陆有一些优势，